大家好，我是小雨，今天来给大家介绍一下哈里斯。首先，我们看到哈里斯的被动，我们把属性栏打开，右下方有一个技能吸血的属性，现在是0%。然后我们只要靠近敌方英雄，我们就可以增加自己的技能吸血的属性，大概是离自己的普攻稍微再远一点点，大概是这样子。离刚才也蛮近的，这样子可以获得7%的技能吸血。而这个属性是可以叠加的，我们只要身旁有更多的敌人都在我们的普攻范围，像这样子，我们就可以获得35%的技能吸血。所以打下去，我们就可以回非常多血，而且1、2技能都是可以回的。所以各位看这边，我把技能吸血跟普攻吸血的装备出一出的话，这样子的话，我们靠近敌方英雄的时候，就可以有很大的技能吸血。63%，我们这样一下就可以回非常多啊。再来，我们来看1技能，指示器中间的大圈圈夹起来，然后会有一个爆炸伤害。在中间的圈圈里面被爆炸会受到比较多的伤害，但是如果没有在中间的圈圈的话，伤害会比较小一些。然后看2技能，往指定方向位移一下，然后自己的普攻范围内如果有敌方英雄的话，我们可以获得一个护盾，然后并且可以有强化普攻，可以打出去。然后我们的2技能也跟被动一样，如果说在我们的普攻范围内有非常多英雄的话，会获得更多的护盾。那我们在使用2技能的时候，尽量都要把强化普攻给打出去，因为可以减少2技能的 CD 时间。再来，我们讲大招，往指定方向放出一个十字架，然后我们只要释放2技能的时候，会经过这个十字架的话，我们的 CD 就会被缩减，但是没有经过就没有咯。然后这边再次看到属性栏，我们把右上方有一个冷却缩减的属性，也就是减 CD 的装备跟徽记，我们只要撑到35%，也就是说 CD 鞋加上星宿镰刀，再加上天堂之雨，然后搭配我们的徽记，然后我们这样子就可以利用我们的大招，让2技能可以无限的释放。我这边示范一下给大家看，我可以先用2技能，然后打出强化普攻，立刻放出大招，我的2技能就 CD 好了，然后在这个十字上跳来跳去，让我们的2技能就可以拼命放，然后有空的时候我们可以再选一个1技能。由于我们被动靠近敌人会吸血，还有2技能会有获得护盾，所以说我们的看到没有？我这个满装啊，2技能一过去获得这么大一个啊，所以说我们在打团战，如果说敌方没有什么牵制的话，我们会变得非常的强，并且我们还可以像这样子，我们在那边扛塔也是 OK 的。你看，我们扛了已经10几下咯，而且我还没有放1技能呢。但在现实中是不可能那么爽的，一场游戏里面通常都会有一些牵制技，尤其是我们在打排位的时候，敌方很有可能会选一些克制我们的角色。那这边来看出装，第一个就是 CD 鞋，然后星宿镰刀，再出天堂之雨，搭配徽记的法师徽记，还有启迪冷却5%，这3件装备跟2个徽记是绑定的，我们一定要出，然后这样子我们就有35%了，剩下3个其实随便。那我个人是喜欢叠魔攻，然后出巨能之力，因为我们有星宿镰刀，直接就有真实伤害了，所以因此我们打坦克的速度也不是特别的慢。那如果说敌方实在出太多魔防，还太肉了，那我们想要出魔法圣剑的话，我们也可以选择把巨能之力换掉，或者是浴血火雨换掉都可以的。然后徽记的话，就是除了前面2个绑定的大徽记跟启迪5%的冷却，那我们打野的话就是带魔族克星跟不见怒火。那但是如果打线的话，我们可以带先用盛宴，或是带防御什么也可以。那一样是带不见怒火。战场技能的话，可以带洗礼或者是瞬移。因为我们的2技能是有强化普攻的，搭配上星宿镰刀，可以非常好的去秒人。有时候距离在我们2技能途径之后就差那么一点点，所以我们打线的话，常常就需要带瞬移来把敌人给尾刀。但是这一场呢，我们本来是要打中路的，可是下面的队友好像都不会打野。
野，就叫我来打野了。但其实哈里斯的打野速度并不算太慢，有世界排行上面有一半的玩家是拿哈里斯去打野的。但其实我个人是比较建议哈里斯去走中路或是金币路。走中路的话，是因为哈里斯清兵还算蛮快的，并且只要是走中路的话，都是需要去大量支援队友的，所以只要路上有小兵野怪，甚至是敌方英雄，我们就可以拿它来刷2技能，让我们的赶路速度可以更快一些。那为什么很多人拿哈里斯去打金币路，就是因为我们的2技能可以无脑刷新护盾，并且就算敌方的金币路有辅助陪着射手，反而也只是给我们哈里斯来叠被动吸血而已。但是我们哈里斯比较没有那么适合去经验路，因为经验路的战士通常都比较多回血能力，并且一般经验路的战士在前期的时候，通常都比金币路的射手来的暴力非常多，所以我们哈里斯是可以打中路、金币路跟打野的。只是说我们拿来打野的话，我们就没有瞬移或是洗礼可以使用了。对于敌方有非常多控制技能的话，要特别的小心。各位这边看到我打野速度还算蛮快的。那这边我们先回到战场，这边乌龟要准备出生了，还剩下20秒的时间。但是下路的野怪已经被我给清光了，而且布鲁诺可能会被包夹，所以我这边先往上走，选择支援，并没有守在乌龟的旁边。我也是闪了一下乌龟，让队友注意。但是我这边看到哈卡特了，我决定直接对哈卡特发起进攻。这样子的话，可以确保我们上路射手至少不会被哈卡特抓。哈卡特也直接大招了，但是他并没有去找我们的射手，只是这边非常可惜，我的减 CD 还差一点点，而且也没有蓝 buff 了，我的2技能没有办法立刻再次使用，所以追不上这拼命往我队友方向逃命的哈卡特。虽然我们让哈卡特活了下来，但要是我刚才留在下路等乌龟没有走上来弄哈卡特的话，现在的结果可能就会非常不一样了。应该是我们安卓拉跟布鲁诺都被哈卡特给收掉了，而且就算我刚才走上来没有看到哈卡特的话，我们在乌龟出之前的前10秒钟在河道上是会有水流，所以我们当时就算往上走没有看到哈卡特，也可以顺着水流就可以非常快速的回到乌龟的旁边。关于这一点是这一季才变成这样的。那先看这边我们要赶路的话，可以先用2技能位移出去，再打出强化普攻，这样子我们2技能就立刻 CD 好了。那现在这边敌方玩家选择先打乌龟，不先打蓝 buff， 我过来先2技能打出强化普攻，再立刻大招。因为除 CD 血的关系，加上有蓝 buff， 我只要能够打出强化普攻，2技能就不用 CD 时间了。不过这边我被阿特拉斯冰冻影响失误了，我2技能方向跳反了，幸好安卓拉刚才在我身上，让我可以加速把阿特拉斯给收掉。那刚才不知道各位有没有注意到，我是先等出装推荐购买可以买碧蓝光刃的时候，我才去点购买，因为我们要先把有减 CD 效果的2个小件给先出来，所以我们排的出装，第一个是 CD 鞋，我们就照着出；第二个是星宿镰刀，我们得先把它的小件碧蓝光刃，主要我们要它的5%的减 CD， 也还可以提供少量的真实伤害，然后在出大件之前，也就是星宿镰刀出之前，我们就把第3件的天堂之羽的小件贤者之书给先出来，这样我们在初期只需要少量的金钱就能拥有30%的减 CD， 有蓝 buff 的话更是直接就可以有40%的减 CD 效果了。这边大家看到没有，我用这种方式购买的话，我现在用2技能只要打出强化普攻就只需要2秒的时间，我的2技能就 CD 好了。因为我的贤者之书还没出啊，现在出了，大家看一下，就算我没有把强化普攻打出来，也只需要6秒出头的时间。然后这边我来刷蓝 buff， 看到我有把强化普攻打出来，我的2技能只需要2秒的 CD 就可以了。哦，这边哈卡特关灯了，应该是去抓我们的上路布鲁诺了。布鲁诺刚才走太靠前了，我们这边过来支援一下。这边非常好，金刚跳过去直接把人给留下来。我这边过来看有没有办法再收到人，但这边敌人撤退的也非常快。我把阿特拉斯收掉之后，我判断我的2技能加上大招的位移是不够距离的，所以我并没有教我的大招去追花火跟娜娜。但假设如果我是中路哈里斯的话，刚才那边我肯定是会教瞬移出去，然后再2技能打强化普攻，再大招把他们2个英雄给收掉的。虽然我刚才假设我放大招是有可能追上娜娜跟花火的，但其实哈里斯的大招是不能太早释放的，如果太早放的话，我们后面就没有十字架可以摸得到了。
敌方英雄只要离开这个十字架范围，我们是跳不起来的。然而像刚才那种情况，肯定是要冲塔的嘛，如果跳不起来的话，那一定是会被防御塔给收掉的。所以刚才我并没有选择去追，而是选择放敌人回家，然后把乌龟拿下来，再回来收红蓝 buff。然后现在河道花也要升了，我这边先打红 buff， 我这边控制的不是很好。那红 buff 刚才有超出他的圈圈，所以第一次他会回头，但是第二次的话他就不会再回头了，会直接回到他原本出生的位置。所以我刚才打那个红 buff 也是老老实实的站在原地打了。不过也因为刚才打野怪站位失误，导致河道花被娜娜给抢走了。然后这边因为经验路是周，所以我并不想理他，他的灵活性实在太强了，所以我也只能鼻子摸摸，先来收蓝 buff。但是对面的哈卡特比我先快一步，先去上路收我的队友了。不过我现在星宿镰刀出来了，我现在伤害就爆炸了，并且我打野的速度也会非常的快。这边我赶过来，直接对敌人发起进攻，因为哈卡特也死掉了。这边看到敌人就直接大招跳起来了，因为敌方现在是秒不了我的，因为刚才阿特拉斯肯定是在上路的会战把他的大招给用掉了。娜娜的大招跟二技能也不是非常及时的控制，我们可以用二技能去稍微闪躲一下，顺便跳到敌方英雄身边，我也可以获得护盾，所以短时间的控制对哈里斯来说都没有很大的问题。然后再补充一下，我们哈里斯在打会战的时候，一定要优先二技能刷护盾跟调整位置，一技能摆在其次，就算不按一技能也无所谓，因为一技能还是需要一些施法动作的，将会影响到我们二技能刷护盾。那假设我们因为要放一技能而没刷到护盾的话，就可能会有生命危险。在刷护盾之余，一技能有空的时候再放就可以了。因为大家看这边，我二技能过去，中间先放个一技能，我的强化普攻就打不到娜娜了。所以我们在中要会战的时候，一定要先顾好我们的二技能，有空的时候再去放我们的一技能补伤害就可以了。然后这边看一下我的一技能呢，其实我大招放出来之后，我二技能只要经过我的十字架，我也是可以减少一技能的 CD 时间1秒钟的。还有就是说，我们要离开我们的大招之前，用二技能有经过我们的大招十字架的话，也是可以减少我二技能的 CD 时间。我只要时间内把强化普攻打出来，我的二技能就可以再次使用。这个无论在追击敌人或是逃命赶路、刷野怪都是非常好用的。而且像我这种出装的方法，我很快就可以把 CD 叠起来了，我的大招 CD 也非常的快，所以我们大招也是完全不用去省的。我刚才拿大招来打乌龟 ，CD 也只要21秒而已。哎呀，这边哈卡特关灯直接过来抓我了，我稍微后退一下，结果他并没有来抓我，他跑去抓布鲁诺，也没有，他跑去前面的战场了。然后这边大招已经结束了，那他完蛋了。我二技能先跟上，但普攻差一点距离，CD 差不多了，我直接把大招打开。因为其实我们在开大招的瞬间，我的二技能 CD 会直接回4秒钟的时间，所以我刚才在二技能 CD 还有4秒钟的时间，虽然我强化普攻还没有打出去，我就直接开大招了。刚才那样的话，我的二技能就可以直接回好，并且我大招的范围内，我还可以无限刷我的二技能，可以立刻再次使用。所以我们大招的方向位置其实也是非常重要的。这时候我们的金刚神大概也是被我刚才的操作给惊讶到了，也是打字打了个 nice。但是这个时候其实我是本来是想要等到红蓝 buff 先出生收完再去打会战的，可是我的队友已经迫不及待了，那么我也只好跟上了。我怕他们冲得太快，所以我赶快发个等等我的讯号，然后我顺便先打个野怪。因为其实我们哈里斯只要出完第一件星宿镰刀之后，我们刷野怪的速度就非常快了。再利用我的二技能跟箭头风，我的赶路速度是非常快的。那这场我的队友也都是会玩的，所以前面打得这么顺，后面也没什么我的故事了。那现在敌方这边射手已经死掉了，安卓拉又直接上我的身了，是以我要冲是吗？可是这边敌人很多控制啊，我这边先等阿特拉斯把大型的控制交掉，我再进场。可是哈卡特又关灯了，我刚才不敢进去。敌方娜娜也是现在才把大招交掉，可是这个距离已经被敌人给拉开了。我前面也有讲说，如果说敌方英雄已经离开我们大招十字架的位置的话，我们就千万不可以太脑追，因为我们玩哈里斯主要就是要用大招跟二技能来刷我们的护盾，我们才有办法在前面冲锋陷阵，然后在敌方英雄之中存活下来，并提供大量的输出。然后现在这边打领主也是，我们也直接把大
大招给放出来，因为我们的大招 CD 也是非常快的，只有20秒而已。对面的周在下路想偷拆，所以我刚才这边打领主是非常安全的。然后我们打完再回来把红蓝收一收，顺便等领主出来。然后现在又看到周在下路想要偷推，我们过去包夹他一下，但是我的队友已经过去了，那我们就先把红给收一下吧。然后这边再跟大家讲一下，领主会出的路就是敌方被拆的塔最多的那条路，所以领主就出在我们上路了。所以我也是因为这样，我就直接走来下路要带兵线了。但是哈卡特现在关灯，我是不是要出来支援一下我的队友？哦，但是哈卡特看到安卓拉上了布鲁诺，直接放弃了。那我这边的话，我就继续来带下路的兵线了。也是因为其实我跟路人常打的话，我都是习惯把兵线都带一带会比较好的，因为也不是说像朋友打的话，我可能就会选择跟领主同一路啦，去虐个拳之类的。哇，我本来也是非常担心我的队友会不会被阿特拉斯抓个4杀，结果阿特拉斯进场之前就被我队友给收掉了。那这边我们应该是准备要直接赢啦。敌人现在已经少了一个坦，并且我们3路兵线都进来了。哎，这个周哇，金刚直接上了，然后他还有安卓拉，还有反击。哇，那其实这边我非常的懊恼啊！刚才周直接把我1闪给踢进塔了，这也是哈里斯比较害怕的长时间的控制。而且要是我刚才没死掉的话，现在已经早就结束了，非常的懊恼。所以这边我现在复活了，也只好赶快先出来看是不是还需要我的帮助呢？啊，我先把蓝 buff 收完，然后再过去支援我的队友吧。对面还有花火啊，敌方主堡还有一些血，我们小兵进去了，敌方主堡剩快没血了，哈卡特现在关灯也没用了，应该是我们的小兵强化小兵进去啊，把主堡给爆了吧。这场就直接在这边让我躺赢了，非常的爽。那一样，虽然说哈里斯我个人也打得不怎么样，不过该注意的大概就是这些东西了。我这边也差不多快要把全英雄的教学视频都做完了，之后的话就会开始重复了，然后我会优先去制作一些比较改版之后差异性比较大的一些英雄。很多人要我讲观念啊，但是其实我每一部里面大部分都有讲一些各位稍微追一下吧，因为每一场遇到的情况都会稍微有一些不同的。那就大家如果还有想要看什么的话，可以在留言区留言跟我讲，我都会亲自看亲自回复的。好了，那今天的影片就到这边了，感谢大家收看，我是小雨，我们就下期再见啦。